现代人的眼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，每天盯着手机、电脑、荧幕，很多人年纪轻轻就感到视力模糊，眼睛干涩酸痛。难道视力退化了，就只能靠药物或等日后开刀换水晶体吗？其实不然。一位预防医学医师洛桑加参分享了6招护眼秘诀，让你不用吃药、不用手术，就有机会恢复明亮健康的双眼。听起来不可思议吗？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这6个方法，每一招都简单有趣，而且暗藏科学道理，照着做或许能让你的眼睛年轻好几岁呢。第一招，活化大脑皮层，从脑入手改善视力。要保护视力，出发点竟然不是眼睛本身，而是我们的大脑。眼睛和大脑密切合作，眼睛捕捉景象，大脑处理影像。有时视力下降不只是眼珠问题，而是大脑老化反应变慢。所以洛桑医师强调，想提升视力，不能只顾2颗眼球，还要训练大脑。大脑年轻，眼睛才能看得清晰，反应灵敏。那么如何活化大脑呢？方法很多，例如听悦耳的音乐，欣赏美丽的风景，培养创作兴趣，甚至动手做家务、手工，都能刺激不同脑区，让脑神经元保持活力。同时还有一个古今通用的小秘方，按摩头皮，刺激大脑。中医认为头部是猪阳经交汇之处，头皮布满神经和穴位，适当刺激能提神醒脑，明目养生。具体怎么做呢？其实每天早晚各花几分钟梳头按摩就很好。你可以用手指代替梳子，轻轻按压并梳理头皮。古代药王孙思邈在他的养生13法中，第一条就是发长梳，双手掌先摩擦36下至微热，然后从前额开始，用指尖慢慢梳按经头顶，直到后脑、颈部。早上和睡前各做10次，持之以恒，能促进头部血液循环，刺激大脑皮层。黄帝内经也说发为血之余，意思是梳头能调畅气血，不仅护发，还对大脑和眼睛有益。当你这样梳头时，可能会感到一阵舒畅，仿佛大脑被唤醒了似的。大脑清醒了，眼睛的专注力和反应力自然跟着提升。长期下来，不仅精神更好，眼睛也比较不容易疲劳哦。除了梳头，我们平常也可以多动脑筋来健脑护眼。例如，试着每天记一首小诗，学一门新技能，或用非惯用手刷牙写字，这些新鲜刺激都在锻炼大脑。脑部活跃的人，眼睛老化的也慢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总是用眼过度，但大脑却处于疲惫状态，时间久了，视觉讯号处理变差，眼睛会更加吃力。所以，别忘了脑眼并养这个道理，每天给自己的大脑一点刺激和保养，你会发现看东西也变得轻松清晰了。第2招，均衡饮食护眼。菠菜与杏仁是防白内障法宝。常听人说，吃什么补什么，眼睛要健康，当然也需要充足的营养。洛桑医师指出，从深色蔬菜、新鲜水果、全谷物和坚果中都能摄取眼睛需要的养分。其中他特别推荐2种食物，一是绿叶蔬菜之王的菠菜，二是营养丰富的杏仁。这2样食物看似平凡，却是预防白内障和其他眼疾的天然工程。先说菠菜，菠菜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，这是存在于眼睛黄斑部和水晶体中的类胡萝卜素，它们就像眼睛的太阳眼镜，能过滤紫外线和有害蓝光，减少光线对眼睛晶体的伤害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眼中的叶黄素含量会下降，水晶体容易被氧化变混浊，形成白内障。多吃菠菜等深绿色蔬菜，可以补充叶黄素，有效延缓白内障的发生。有研究发现，饮食中叶黄素摄取高的人，白内障与黄斑部退化的发生率都比较低。除了防白内障，菠菜中的叶黄素对预防老花眼也有帮助，因为它能保护视网膜，让我们的眼睛对焦能力维持得久一点。不仅如此，菠菜还富含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 和铁质，可以说对眼睛和全身都有益处。幸运的是，菠菜并不稀有，几乎全年都买得到。洛桑医师特别提醒，在台湾每年11月到隔年4月都是菠菜盛产期。如果逛市场看到新鲜的菠菜，不妨买一把回家，多多利用它来为你的眼睛加营养吧。再来谈杏仁，杏仁是有名的健康零食，富含维生素 E、
Omega 3脂肪酸以及各种矿物质。维生素 E 是强效的抗氧化剂，能保护眼睛组织免受自由基伤害，减少晶体蛋白质老化变性，降低白内障风险。有人形容维生素 E 就像眼睛的防锈油，让我们的眼球组织保持年轻有弹性。除了护眼，杏仁对大脑也很好，有健脑果的美誉。经常吃杏仁有助于延缓大脑退化，预防认知功能衰退，所以杏仁既养眼又健脑，可谓一举两得。当然，吃坚果贵在持之以恒，每天吃上几颗即可，不需要一次大量摄取。比如每天吃5到10颗杏仁当点心，长期下来对眼睛和心血管都有好处。记住，重点在于长期经常性的食用，让营养慢慢累积，保护眼睛。除了菠菜和杏仁这2个主角，还有其他食物是眼睛好朋友，我们也顺带一提。比如蓝莓，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，是强力抗氧化物，能够增强视网膜的微血管循环，改善夜视能力，有明目果的称号。再比如鸡蛋，蛋黄中其实也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，而且蛋黄的脂肪有助于我们吸收这些养分。日常饮食中适当吃点红萝卜、地瓜等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蔬菜，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， 维持角膜和视网膜的健康。深海鱼提供的 DHA 对视网膜发育和干眼症也有帮助。总之，饮食多样化，摄取5颜6色的蔬果，就能确保眼睛得到所需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。说了这么多，重点再强调一次，菠菜和杏仁是预防白内障的2大天然法宝，千万别错过。在正式需要动刀治疗之前，我们就能透过每天的饮食，为眼睛建构一道防护墙。或许现在开始改变饮食习惯，多吃这些护眼食物，未来你的水晶体会依然清澈透明。感谢现在爱惜眼睛的你。第3招，枸杞菊花茶明目，每天1杯热饮，滋养双眼。常觉得眼睛干涩酸胀吗？与其猛点人工泪液，不如试试枸杞菊花茶这个传统妙方。洛桑医师的第3招就是每天喝1杯热热的杞菊茶，来舒缓眼睛的不适，被他称为杞菊明眸。中医有句老话，菊花枸杞明目养肝，说的正是这道茶饮对眼睛的好处。为什么选枸杞和菊花？在中医理论中，眼睛的健康与肝脏息息相关，肝血充足则眼睛明亮。枸杞子滋补肝肾，益睛明目，是历代中医典籍里保护视力的上品。而菊花味甘性凉，能清肝火、散风热，专门缓解因用眼过度引起的眼睛干涩疼痛。简单来说，枸杞提供营养，菊花清肝去火，两者搭配就是一帖绝妙的护眼饮品。怎么泡这杯明目茶呢？很简单，取1小撮红枸杞约10来颗和几朵干燥的菊花放入杯中，冲入热开水浸泡5分钟左右，等水色略黄就可以喝了。最好不要加糖或奶精，保持清淡才能发挥菊花清热的作用。如果嫌味道淡，也可以加入几片枸杞叶或1小片甘草调味，但不建议加太多其他茶叶或糖分。热热的喝效果最好，温热的水可以促进吸收，同时暖身暖眼睛。在天气乍暖还寒、早晚偏凉的季节，来1杯热腾腾的菊花茶，不但放松身心，还能滋润眼睛，一举两得。许多长时间盯萤幕、手机的人都深有体会，眼睛干涩酸痛时，喝口热茶、热汤会感觉舒服些。而菊花枸杞茶正是针对这种干眼症候群的良方。洛桑医师特别建议，眼睛容易干涩的人，每天都可以喝1杯这样的养生茶，能快快帮你恢复眼清目明的感觉。如果手边有黑枸杞，不妨偶尔换用一些黑枸杞来泡茶。黑枸杞含有更高含量的花青素，泡出的茶水呈现漂亮的紫蓝色，是更强力的抗氧化饮品，对预防眼部老化更有加倍功效。不过黑枸杞比较昂贵稀少，红枸杞其实已经很不错，每天坚持喝，眼睛会偷偷感谢你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古人除了喝菊花茶，还喜欢用菊花蒸汽热敷眼睛来治疗眼疾。比如眼睛红肿痒的时候，抓1把菊花放热水里煮，然后趁着蒸汽用毛巾熏蒸眼睛周围。中药里称菊花熏眼法，据说对结膜炎、干眼都有帮助。
现代人泡杯菊花茶喝，顺便让蒸汽熏一熏眼睛，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哦。当然，最方便的还是直接喝下肚，同时补充水分，减轻眼干。总之，每日一杯枸杞菊花茶，既养生又护眼，长期坚持下来，你或许会发现眼睛发红、干涩刺痛的情况明显减少，视力衰退的速度也跟着放缓了。第4招，眨眼运动，每天21下，赶走眼睛疲劳。你或许会好奇，眨眼睛还需要教吗？我每天都在眨眼啊。没错，人是会不自主眨眼的，但是现代人用眼过度，眨眼频率其实大幅降低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每分钟大约会眨眼15到20次，以保持眼球湿润。然而，当我们专注近距离工作或盯着萤幕时，眨眼次数可能减少1半以上。长时间下来，泪液分泌变少，角膜得不到充分滋润，就导致眼睛干涩、酸痛，甚至影响视力。而且长时间不充分眨眼，眼睛的睫状肌会持续紧绷，久了看远看近都容易对焦困难。洛桑医师的第4招就是提醒大家主动去眨眼，给眼睛做体操，放松紧绷的肌肉，并重新湿润眼球表面。具体怎么练习呢？非常简单，放下手边的事情，给自己1分钟时间，连续快速的眨眼。理想情况是1分钟内连续眨60下，差不多就是1秒钟一下。如果觉得60下太多，也可以从每次连续眨眼21下起步，逐渐增加。重点是要用力的完全闭眼再张开，每眨一下要确实让上下眼睑碰触到，稍微停留1瞬再睁开，如此才能将新的泪液均匀密布到角膜上。这一闭一睁之间，就好像在帮眼球做按摩一样。一开始你可能觉得有点累，但坚持眨完20下甚至60下之后，你会发现眼睛变得湿润清亮，原本模糊的字又清楚了，酸涩感也减轻不少。这就是眨眼运动立竿见影的效果。为什么眨眼运动如此有效？因为它同时达到了好几个目的。首先，暂时脱离了刺眼的蓝光，闭眼的瞬间让视觉细胞休息，远离萤幕的强光刺激。其次，增加了眼表湿润度，每次眨眼都像替眼球掀开，雨刷将泪水均匀地刷过角膜，带来氧气和营养，还冲走微小灰尘杂质，再次促进了眼周血液循环。快速闭眼睁眼的动作牵动了眼轮匝肌和脸部许多小肌肉，等于帮眼睛周围做了一次小运动，改善局部的血流。难怪有人说眨眼其实是最简单却有效的眼保健操。洛桑医师建议每隔一段时间就练习眨眼1分钟，比如你在办公室对着电脑，每工作30到40分钟就停下来眨眼20-30下，或者利用等公车、搭捷运的零碎时间闭目眨眼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谁都会做，但贵在有意识的反复练习。很多人就是因为沉浸在工作或游戏中而忘了眨眼，才导致眼睛过劳。如果能养成时不时做眨眼操的习惯，你会发现眼睛疲劳度明显降低，甚至白天看远看近都更灵活对焦了。不信的话，现在就试试闭眼快速眨动20下，体验一下眼睛瞬间舒服的感觉吧。养成这个习惯，你的眼睛就像随时做 SPA， 一直保持水润活力。顺带一提，除了眨眼，眼科医师们还常推荐20-20-20法则，来减轻眼睛疲劳，即每用眼20分钟，就花20秒远望20英尺，约6公尺外的物体。远望时自然也会频频眨眼，效果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重点就是劳逸结合，别让眼睛长时间陷在紧绷的近距离工作中。眨眼运动加上远眺休息，2招搭配起来，对预防近视加深、缓解干眼症、改善视疲劳都有很好的作用。第5招，热敷按摩，用温暖融化眼睛的疲劳。有时候我们下班回家，只觉得两眼胀痛、头昏脑胀，这可能不是脑子生病，而是眼睛过度劳累牵连到头部和肩颈了。长时间高度专注用眼的人，往往肩颈也跟着僵硬，血液循环变差，引发紧绷性头痛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洛桑医师教的第5招是每天给眼睛来一场热敷 SPA， 放松紧绷的肌肉，消除眼疲劳，顺便通一通鼻塞的问题。
热敷对眼睛有哪些好处呢？首先，热敷能促进血液循环，温热能使眼睑周围和后方的微血管扩张，血流量增加，带来更多的氧气和养分，加速代谢废物。很多眼睛疲劳、酸胀甚至干涩的问题，其实都和局部循环不良有关。透过热敷把路途不畅的血流打通，疲劳感就会减轻。其次，热敷能放松肌肉和神经。我们长时间盯着萤幕，睫状肌持续收缩，眼周肌肉绷紧。热敷可以像热毛巾敷在酸痛的肩颈上一样，软化紧绷的组织，让肌肉舒缓。很多人热敷几分钟后会情不自禁地打呵欠，那就是放松反应的表现。第三，热敷可以缓解干眼症。我们的眼睑边缘有许多小小的睫毛油脂腺，分泌油脂形成泪膜保护眼球，但这些腺体容易被阻塞，导致眼睛干涩。温热敷可以软化油脂，疏通腺体，使泪液分泌恢复正常。所以很多眼科医生会建议干眼症患者每天热敷眼睛10分钟，效果非常明显。如何进行眼部热敷？方法很多，重点是温度适中且安全。最简单的是拿一条干净的小毛巾，用温热的水浸湿，大约和洗澡水差不多的温度，轻拧至不滴水，闭上眼睛，将毛巾覆盖在眼皮上，静静躺下或靠在椅背上，享受温热感覆盖眼周。每次热敷约10分钟，中途毛巾凉了，可以再浸热水续温。除了毛巾，你也可以使用市售的热敷眼罩或眼枕。现在有些充电加热的眼罩可以恒温，或者装有亚麻籽、豆子之类的眼枕，放进微波炉加热几十秒就能保温好一阵子，非常方便。日本还有抛弃式的蒸汽热敷眼罩，拆开即发热，带有淡淡香味，在旅途中使用特别疗愈。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就好，只要能提供持续温暖的热源，都能达到放松眼睛的效果。洛桑医师还透露了他自己的习惯，不用等到回家才能热敷，在医院看诊的空档，他也会把双手掌心搓一搓直到发热，然后轻闭双眼，用手掌轻盖在眼皮上，掌心的热度透过眼皮传到眼球，感觉特别舒服。这其实是古代道家养生法常用的运目功法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热手掌敷眼睛。你不妨也试试，双手对搓30秒，当掌心开始发烫时，轻轻捂在闭合的眼皮上，那一刻仿佛全世界都安静下来，只有暖意在眼眶蔓延。保持着姿势休息1-2分钟，再睁开眼时，你会惊讶地发现眼睛干涩感大减，视野都变得明亮了。现代人工作忙碌，白天可能抽不出时间护眼，但千万别省略睡前的热敷，把它当成晚间仪式，就像刷牙洗脸一样固定。每天睡前热敷眼睛，可以消除白天累积的眼部疲劳，让眼球在温暖中彻底放松。有人发现，晚上热敷后睡眠品质也提高了，隔天起床眼睛不再又干又涩。长期坚持下来，眼睛的抵抗力也会增强，面对电脑的时间延长了，也比较不容易感到不适。可以说，热敷是最经济实惠的眼睛保养法，利用一条毛巾或一双手就能做到，而且没有副作用。从现在开始，给自己的眼睛每天10分钟的热敷呵护吧，眼睛舒服了，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呢。第6招，把眼睛闭起来，别忘了让眼睛休息充电。最后一招可以说是最容易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养眼妙方，主动把眼睛闭起来。没错，就是什么都不做，单纯的闭目养神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对吧？但现代人大多数时间睁眼忙碌，除了睡觉，很少刻意闭眼休息。如果你不想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灵魂之窗一天比一天暗淡，那就记得时不时闭上眼睛，让眼球放个假。闭眼休息的好处实在多多。俗话说，闭目养神，闭上眼能减少感官刺激，让大脑和眼睛同步进入放松状态。当我们闭眼时，视觉神经不再忙于处理外界资讯，大脑可以稍微歇一歇，精神压力也随之下降。还有闭目消怒气这个说法，意思是当你生气烦躁时，不妨闭上眼睛深呼吸，眼不见为净，情绪更容易平复。从生理上看，闭眼可以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，减缓心跳和呼吸，有助于平息紧张焦虑的情绪。所以闭上眼睛不只是养眼，也是养心，一举两得。对眼睛本身而言，
闭眼最大的直接作用就是保持湿润，眼皮就像窗户的遮阳板，关上时可减少泪液蒸发，让眼球表面滋润的泪膜得以恢复。同时，闭眼黑暗可以刺激泪腺，适度分泌泪液，润滑眼睛。难怪我们常说睡一觉眼睛就好多了。睡觉时长时间闭眼，就是在给干燥的角膜充电加油。所以白天如果觉得眼睛干涩，不妨也闭目休息个半分钟，让泪水均匀，眼球疼痛感会明显缓解。最短只需30秒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大家一定挤得出吧？闭眼要闭到什么程度才算休息到位呢？有时我们虽然闭着眼，还是隐约感觉到外界的亮光，说明眼皮肌肉并没有完全放松。洛桑医师建议，可以试着先自然闭眼，再稍微用力一点点，像是盖上第2层眼皮，直到眼前完全变成一片黑暗为止。这时候外界光线被隔绝，视觉细胞才真正进入休眠，达到深度放松的效果。你可以体会一下，先闭眼，你也许还能感觉到房间的光亮透过眼皮，再缓缓使眼睑用力。当感知不到光时，就像把窗帘拉上，眼睛终于完全沉浸在黑暗中了。保持这种全然黑暗的闭眼状态几十秒，你的眼睛会得到极大的休息。平时在家中，不妨找个舒服的椅子或床铺平躺，闭眼静坐几分钟。你可以什么都不想，专注感受呼吸，或者想象一幅美景，让脑海中的画面取代现实的视觉输入。很多人会发现，短短5分钟闭目养神，相当于给手机充电那样，眼睛重新变得电力十足。而且闭目休息之后再睁眼，感觉眼前的世界都亮丽了些。这是因为眼球湿润度提升，视网膜感光细胞敏锐度回复，自然看得更清晰。闭眼的时间长短随你高兴，你爱闭多久就闭多久，只要别忘了最后还是要睁开眼面对生活就行啦。对于整天离不开萤幕的人，更要养成片刻闭眼的习惯。例如用电脑每过1小时就靠椅背上闭眼休息1-2分钟，中午休息时不妨趴在桌上或戴个眼罩小憩10分钟。很多企业现在流行午休冥想，也是让员工暂时闭眼放空，下午工作效率反而更高。别小看这几分钟的闭目，长期坚持下来，眼睛的老化速度可能会明显放慢。毕竟我们的眼睛就像一台全天候运转的摄影机，如果从不关机休息，零件磨损老化就特别快，适当让它暂停一下，才能用得更久更顺畅。说了这么多，让我们再复习一下洛桑医师传授的护眼6招：1梳头醒脑，2菠菜杏仁，3举起热茶，4眨眼操，5热敷眼罩，6闭目养神。这6个方法看似平平无奇，却蕴含了现代医学与传统智慧的结晶。有头皮按摩活血，让大脑和眼睛同步年轻的原理；有营养补充、抗氧化、延缓退化的科学；有中医食疗清肝明目的经验；也有物理运动改善眼睛功能的实践，可谓面面俱到。最重要的是，每一招都非常简单，不需要昂贵的药品仪器，也不需要繁琐的手术恢复，只靠日常的小习惯就能完成。当然，贵在坚持，任何养生之道都要持之以恒才能见效。也许你现在年纪不大，觉得眼睛没什么问题，但提早保养总比事后治疗来得划算轻松。等到了40、50岁，你会庆幸自己从前有好好爱护眼睛，让它们依然年轻有神。俗话说，预防胜于治疗，眼睛保健尤为如此。在英国的一份研究中发现，眼睛平均在40岁左右就开始走下坡，比起肝脏70岁，男性摄护腺50岁的老化起点还要早。因此更提醒我们，不能等到视力明显退化或罹患白内障、黄斑部病变才重视眼睛健康。从现在开始运用这6招，多给眼睛一点关怀，它们衰老的时钟就可能被我们悄悄地往后拨。想象一下，当别人不得不面对老花眼、白内障困扰时，你却依然目光炯炯，看书缝针毫不费力，那是多么幸运的事。那幸运并非天上掉下来的，而是源自于你每天为眼睛所做的努力。最后再给大家一点小小的鼓励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也是陪伴我们一生的宝贝器官，对它好一点，日积月累的改变就会换来晶亮的回报。从今天起就实践这依教你的6堂课吧。
梳一梳头，吃一把菠菜杏仁，泡一杯菊花枸杞茶，做几组眨眼操，热敷10分钟，闭目养神片刻，让这些护眼好习惯融入你的生活。相信不久的将来，你的双眼会变得更加明亮清澈，眼不干了，酸痛减少了，视野也更清楚了。当你发现看世界变得轻松愉快时，你一定会庆幸自己采用了这些方法，不用吃药，不用手术，我们也能拥有一双健康年轻的眼睛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始实践吧。给眼睛最好的礼物，就是让他们享受健康和舒适。